大家好啊！咁我咧手上面有隻錶啦，咁見到呢塊咁特別嘅錶面，有人會覺得佢唔規則啦，花里花碌咁好古怪；有人咧又會覺得個錶面好似刮花晒咁樣，顏色咧灰沉沉，冇乜新氣。而我啦就正正係因為呢塊錶面啦，所以購入咗呢隻手錶。冇錯，我手上面呢隻咧就係有隕石錶面嘅 Venezianico Nave Middleweight。Venezianico 啦係一隻好年輕嘅意大利品牌啦，咁係由兩兄弟 Roberto 同埋 Alessandro 啦喺2017年威尼斯所成立嘅。咁直到依家啦，咁差唔多6年啦。品牌嘅標誌啦，個靈感係嚟自於聖馬可廣場北面嘅鐘樓頂部嘅十字架。十字架啦，由4個長度一樣、尖端呈圓形嘅手臂所組成嘅。品牌啦認為呢個幾何嘅完美標準設計，反映咗平衡啦同埋和諧嘅理想狀態。網站講嘅。我本身咧對呢個品牌啦，本身就一無所知嘅，但係咧直到上年啦，大概2023年中開始，咁忽然啦喺 Facebook 啦同埋 Instagram 啦，咁瘋狂咁出現 Venezianico 呢個品牌嘅廣告喎，所以啦我有意無意啦都會見到佢嘅腕錶款式啦。最先啦，係佢有兩隻分別係綠色 dial 同埋黑色 dial 嘅腕錶吸引到我眼球嘅。咁再碌下望下，就俾我見到依家我手上面呢款 Nave Middleweight 係我好希望想咗好耐要入手嘅隕石錶面。咁隕石錶面其實有咩咁特別咧？咁首先啦，我就要講一啲同錶冇乜關係嘅嘢啦。咁記得啦，我以前讀大學嘅時候啦，有一科讀到有關於金屬入面嘅晶體。咁晶體嘅大小啦、結構啦等等嘅特性，都可以透過熱處理去調校嘅。而唔同嘅晶體性質啦，又會影響嗰個金屬嘅硬度啦、強度啦、磁性啦等等嘅特質。咁簡單啲講啦，研究金屬嘅晶體啦，就等於可以調控金屬嘅一啲特性啦。咁嗰時候啦，我哋會將金屬啦打磨之後，做一啲表面處理，之後啦再放喺顯微鏡下邊去觀察研究。係啊，就好似睇細胞啊、細菌啊咁樣樣。而嗰啲晶體嘅 pattern 啦，就好似依家大家睇到呢個隕石面嘅 pattern 咁樣樣嘅喎。而且咧係唔會重複嘅，每一塊都係獨一無二嘅。咁講咗一大堆理論之後啦，大家明唔明都好啦。其實我只係想表達。咁樣嘅隕石面啦，呢個 pattern 其實對我嚟講啦係有一份情意結，所以啦我一直都好想擁有一隻。其實啦隕石面嘅腕錶啦有唔少品牌都有推出過嘅，咁之前一直都未入手嘅原因啦，係因為我唔想隨隨便便咁樣揀一個冇乜設計，而成隻錶充滿住致敬味道嘅品牌嘅款式啦。另一方面啦，我又唔係咁捨得花10幾甚至係幾十萬啦去買一啲大品牌，譬如 Omega、Rolex 啊嗰啲嘅隕石面，因為花費咁多就會損失咗玩其他唔同腕錶款式嘅機會咯。
有睇我嘅片嘅朋友啦，都知道呢個都係我其一揀標嘅一個取態啦。另外啦，雖然同樣都係隕石面啦，可能係採用嘅隕石石材唔一樣啦。咁可能有啲係嚟自美洲，有啲係嚟自非洲。咁所以有啲品牌啦，就譬如好似昆侖嘅隕石面嗰啲 pattern 咧，就唔好意思講句嚇，就好似一條條蟲咁樣嘅。咁又或者有啲啦，就線條太幼啊，太雜亂啊，令到成塊錶面啦都好似真係好似刮花晒咁樣。咁就並唔係我理想中嗰一類型咯。咁而呢隻啦，Venezianico 嘅呢隻隕石面，咁就啱晒我心水啦。咁個 pattern 啦，粗幼適中，又有兩三塊面積比較大少少嘅紋理。咁整個 pattern 啦，我都覺得係好平衡嘅。亂嘅紋理當中啦，亦都存在住一啲好大嘅欣賞性啦。紋理上面啦，做出啲嘅光暗分明啦，分佈又平衡平均，係我希望見到嘅一個隕石面 pattern 咯。咁講返隻錶啦，品牌入邊嘅 Lave 系列咧係一個潛水嘅系列，咁紀念1913年啦，喺威尼斯落水嘅一隻同名嘅潛艇啦。咁作為一隻潛水錶，本錶嘅另外一個特別嘅地方啦，就並唔係佢有200米防水，而係呢個單向旋轉120 K 嘅旋轉外圈。咁轉嘅時候啦，聲音都好清脆嘅。咁有別於一般用不鏽鋼啊、鋁啊或者現行高級嘅陶瓷啦去做外圈嘅材質，咁 Venezianico 啦就用咗鎢合金去做呢個錶圈。咁鎢合金嘅熔點啦比較高，比不鏽鋼高，所以啦加工嘅難度亦都相對比較高。咁大家睇咗咁耐啦，望住隻錶，咁其實見到啦個錶圈個反光度好高嘅，成塊鏡咁樣嘅喎，而且咧仲帶住一股比較冷傲嘅感覺，呢個都係鎢合金嘅特性嚟嘅。咁錶面嘅12點位置啦，就有品牌 apply 嘅 logo 啦。同埋編上去嘅品牌名，咁3點鐘位置啦，就係日期窗啦。咁雖然做咗個日期嘅窗框，咁啊企理啲，但係咧我自己就覺得冇咗呢個日期窗啦，會好少少。咁因為佢雖然又唔係太大啊，但係始終啦令到個隕石面少咗一塊。咁同埋我覺得啦，潛水錶本身都冇乜需要有個日期顯示啊。咁你總唔會潛下水想睇下今日係幾多號啩？咁6點鐘位啦，就印上咗型號啦。我撥開佢先。咁好在啦，品牌就冇將啲咩 automatic 啊或者防水200米印上去個錶面啦，否則啦，成個隕石面嘅可供欣賞嘅空間咧就再細啲啦。咁 index 同埋指針啊都有好強嘅夜光喎。
咁符合晒潛水標嘅規格啦。特別係標圈12時位置嘅呢個三角形嘅夜光啦，令到成隻標咧都帶出咗一份型格嘅味道。咁講到個 index 啦，其實大家細心啲睇啦，可以見到啦，個 index 係懸空咗，冇接觸到個隕石面嘅喎。index 同埋整個 chapter wing 咧，其實係架空咗一級嘅，咁啦就唔需要喺個隕石面上面啦，一級一級咁車落去，咁可以減少咗對隕石面呢個 dial 嘅加工啦。咁要求技術嘅要求低啲啦，損耗相對少啲啦。咁相信啦，成本亦都可以大大咁降低啊！呢個係品牌聰明嘅做法。灰色嘅隕石面啦，帶灰嘅冷色通，同埋加上高反光度嘅 bezel 啊，再加上呢條原廠嘅灰色膠帶，針扣，令到成隻錶都散發住一種濃厚嘅神秘感。咁頭先見到啦，針扣上面都刻咗品牌嘅 logo 啊。咁品牌啦又唔係隨便咁樣俾條膠帶嚟嘅喎。咁加呢條膠帶嘅線條啦，配合翻錶耳嘅曲線啦，配合翻呢個弧度，顯現出佢嘅一致性咧。咁呢兩條坑紋咧，由錶耳一路伸展到去膠帶嘅尾部啦。設計上面簡單啦，又型格。整隻手錶啦，散發住一個冰冷嘅灰啦，睇住佢，欣賞住佢，又會唔會覺得好似依家香港嘅前景一樣咧？咁其實都唔係一個灰字可以形容到。咁戴上咗我大概180cm 嘅手腕啦，其實好舒服，好貼手嘅。咁而喺呢個價位嘅腕錶啦，佢嘅打磨啦，就我自己覺得一般般。呢個 bezel 個邊緣嘅位置啦，其實都有啲粗鞋嘅感覺。咁錶殼啦係個拉絲嘅處理啦，兩個面中間啦有少少倒角嘅拋光打磨。物底嘅設計啦，底蓋有一個隕石嘅圖案，呼應返佢隕石 dial 嘅故事咧。底蓋啦係用6粒嘅螺絲繫穩，咁呢款錶啦限量300隻，咁每一隻嘅底蓋啦都刻有獨立嘅編號啦。咁呢類啦，冇乜改造過、修飾過嘅通用機芯啦，採用物底嘅設計係明智嘅。雖然個圖案啦，亦都係比較嫻手，應該係啦，用電食出嚟之後啦，都冇乜點樣去再加工處理過。
咁錶帶啦，好可惜啦，係冇一個快拆嘅功能啦。所以咧，其實我買嘅係 full set 啦，包埋一條原廠嘅不鏽鋼帶。但係咧，我都懶得換嚟試啦。咁反正呢條膠帶啦，我都覺得係絕配嚟嘅同隻錶。而且咧，呢條鋼帶嘅造型咧，有少少似 PP 嘅鋼帶。咁喜歡與否就見仁見智啦。呢隻 Venezianico 嘅隕石面潛水錶啊，咁滿足到我尋找特別錶面嘅慾望啊！佢成隻錶由個隕石面 index bezel 到條膠帶嘅色通上面啦，都呈現咗一致性，而唔係其他品牌淨係求其將隕石面放入去個 dial 度咁粗製濫造咯。成隻錶啦，好似我頭先講滲透住嗰類灰藍嘅感覺，真係好正。烏合金嘅啤數因為反光度高啊，喺沉實低調嘅灰色入邊啦，帶嚟好耀眼突出嘅光芒。配上咗呢條原廠嘅膠帶啦，湧出嚟嘅係一份與別不同、低調又出眾嘅運動風格。但係佢啦個錶圈啊、底蓋啊嘅打磨真係有所不足，接唔接受到就因人而異啦。其實都係價錢反映㗎啦。咁條鋼帶啦又同 PP 都幾相似啊！咁因為呢隻錶啦，我係真金白銀咁樣自己買返嚟㗎，所以我都係有嗰句講嗰句。雖然亦都有唔少嘅 YouTuber 都大讚 Venezianico 呢個品牌啦。今日咧就好開心同大家分享咗我呢隻比較親民 Venezianico 嘅隕石面潛水錶。咁如果大家啦有啲好靚抵玩、值得擁有嘅特別面嘅腕錶款式啦，歡迎喺下邊留言啦，一齊分享下。希望下一條片可以再見到大家，拜拜。